当兵是为了什么？有人说当兵就是为了拿那份工资，这被看作是一份工作，这种说法肯定是不对的。至少对于咱们解放军来说，这话是错的。因为一支只为了钱去打仗的军队，它的战斗力基本就等于0，你根本想象不到这种军队的战斗力能有多拉胯。解放战争那会儿，解放军那可是摧枯拉朽，把国民党军给消灭了。但在北伐战争时期，国民党军曾摧枯拉朽地消灭了军阀部队，那些军阀部队就是一支彻彻底底的只为了钱而打仗的军队。既然打仗是为了赚钱，那首要任务自然是保命，因为只有你活着才能继续领下个月的工资，死了那就什么都没了。拼命战斗是傻子才会干的事儿。举个例子，张勋率领的5000辫子军曾与段祺瑞的65000讨逆军在北京城里头大打出手，双方激战了接近2周，在城里头开战，那不得把北京城给打成一片废墟啊，整个北京城的平民百姓恐怕都给打没了吧。最后这一仗，双方总共打出去300万发子弹，战况那是异常激烈。双方战死的士兵，再加上被误伤的平民百姓，总共死了20几个人，伤不到100人。此战打完，北京城完好无损，甚至连百姓生活都不受影响。就算是在北京城里闭着眼放300万发子弹，造成的死伤应该都不止这点。你说这些军阀士兵打枪准吧？那可一点都不准，300万发子弹就打死了20几个人。你说这些军阀士兵打枪不准吧？那可真的很准，城里直接开战，300万发子弹愣是没伤到平民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神奇的战争，是因为双方都是军阀，都是为钱而战的军队。既然是为了钱而进行的战争，那自然一切都考虑金钱利益最大化原则。战后，张勋的5000辫子军投降约5000人，其中愿意归顺段祺瑞的约4000人，继续当兵挣钱，其他人领钱回老家。至于张勋本人，段祺瑞并没有为难他，让他带着财产去天津当寓工养老了。当时整个中国的军阀混战都是这副德行，不杀人是军阀战争的规矩，不仅不杀平民，也不杀敌方士兵，甚至连敌方头目都不杀。当兵是为了赚钱，当军阀头目也是啊。在当时，当个军阀和现在创业开公司是差不多的性质，一切都是为了搞钱。只要你愿意投降，把地盘让出来，没人会为难你，不下死手，这是道上的规矩。因为下死手赚不到更多钱，还会给自己留下隐患，因为保不准自己赚几年钱也会投降下野。让别人带着钱安稳当寓工，也是让自己将来可以带着钱安稳当寓工。孙传芳曾经坏了规矩，杀了一个俘虏的敌方将领，结果自己到了晚年失势的时候，被这个将领的女儿为父报仇了，结果了一条老命。你要是个军阀，也不想将来下台当寓工的时候，天天担心被人带着兵寻仇，对吧？所以你好我好大家好，干军阀是一个行业，是一门生意，和气才能生财，手上能不沾血尽量不沾血。军阀混战时期，中国有无数的大小军阀，你去查查有几个人是死于战争的，绝大多数失败者的下场都是去当一个富家翁养老去了。把军阀部队那拉胯战斗力发扬到极致的是四川军阀。一般来说，一个军阀会占据约一个省的面积，然后几十家军阀大乱斗，但四川不一样。四川一个省里出现了40多个军阀，四川是中国军阀混战最严重的地方。1912年，四川正式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期，到1935年，中央军进入四川，这段时期总共持续了23年。在这23年里，四川大大小小的军阀战争发生了470多次，算下来，平均每年都要打20多场仗。以这么高的打仗频率，四川的老百姓是不是差不多都该伤亡殆尽了？其实并不是这样。四川的百姓在这段军阀混战的岁月里，人口不但没减少，反而还在不断的增长，正常的生产和生活都没有被延误。北方军阀的战争烈度已经很低了，军官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尽量不沾血，但四川军阀的烈度更低，甚至和北方军阀的战争一比，感觉是在过家家。四川很大，但被40多个军阀瓜分之后就不大了。不仅很多军阀都是亲戚同学朋友关系，甚至很多士兵都是沾亲带故的。打仗的时候随便对着一个方向乱放枪就行了，把子弹打完就算收工。瞄准，干嘛要瞄准？对面说不定就是自己的远房亲戚。如果你想象不出来那是个什么场景，建议你参考下非洲黑叔叔的射击姿势。我觉得现在非洲那帮为钱当兵的人在战场上大概就是这种心理，他们用这种姿势随意扫射，并不是他们智商有问题，而是因为他们为了钱打仗差不多就行了。四川军阀之间还有个规矩叫4不打，
农忙不打，收割不打，在耕地上不打，红白喜事不打。简单的说，虽然大家天天开战，但谁都不允许影响本地农业生产，且不得影响当地的婚丧嫁娶。昨天还在战场上喊打喊杀的两拨人，今天可能给同一个红白喜事上份子钱，然后一起喝酒，甚至喝完酒了还能一起搓个麻将。在本行业多结交一些人脉，明天接着打，不影响今天拉感情。就这样，四川的40多个军阀没有一个死于军阀战争。虽然最后都退位了，但也都发了财。最大军阀刘湘和军阀刘文辉之间甚至是亲叔侄关系。最后刘文辉战败，被刘湘差点给打出四川。这个时候，刘文辉的老婆直接登门问罪，以长辈的身份去成都质问刘湘：“你到底要把你幺爸赶到什么地方去？”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刘湘只能陪着笑脸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既然您出面说话，那就让幺爸在雅安待着吧。”就这样，雅安成了刘文辉的最后地盘。战争被川军打成了过家家，老百姓经常跑到战争边缘看军队打仗，像看戏一样，甚至还在旁边起哄。你觉得这样的军队会有什么战斗力？士兵为什么要为这样的军阀卖命？如果军队只为了钱而打仗，那战斗力注定会和当年的军阀一个水平。当年日本说可以几个月解决中国，也并非完全的口出狂言。如果你了解当年的军阀战力，你大概也会这么想。当年的中国军阀还不如今天的非洲军队，被人看不起是相当正常的。这种看似儿戏的军阀混战局面，被北伐军的到来彻底扭转了。当年的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，势不可挡，军阀部队在他们面前简直不堪一击。10万北伐军把70万北洋军阀打得溃不成军。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三民主义。一支用三民主义武装了思想的军队，他们不再是为了钱财而战，而是变成了为崇高的主义而战。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，只有理想主义者才会信奉三民主义。但这群理想主义者组成的军队极其可怕，是真正敢血战和死战的部队，对军阀部队形成了降维打击。教员说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这里的革命指的就是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，而请客吃饭指的就是军阀混战。在我们的史书中，称北伐是革命，称解放战争是革命，但从来没人称军阀混战是革命，就是这个原因。自从主义在中国诞生后，战争就开始流血了，被主义武装的军队变得战无不胜。为什么1927年4·12反革命政变后，北伐军的战斗力直线下降？因为这次的反革命政变破坏了三民主义，让北伐军不再是一个为主义而战的军队。被半废后的三民主义武装的国民党军队，只能说比军阀部队略强一些，但失去了那种质变的降维打击能力。除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，还有一种主义叫民族主义。被民族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军队，战斗力也极其可怕。在军阀混战时，战斗力像开玩笑一样的川军，在抗日战争中却大放异彩。当时所有人都看不起四川军队的战斗力，但最后川军成了抗战的主力部队。全面抗战8年，全国总共征兵1400万人，其中四川一省就贡献了320万兵员，占了全国总兵员的1/5。川军打了很多场硬仗、恶仗，整师整旅全部阵亡的例子数都数不过来。抗战最后1年出战的川军部队基本上都是些娃娃兵，因为精壮的男子几乎都打光了。在当时，川军出征之前常常会打出死字字旗。川军死字旗在历史上赫赫有名，至今都收藏在博物馆。因为民族主义精神的感召，川军将士突然就变得勇猛无畏。川军的战斗力是典型的再加一条虫，出川一条龙，内战外行，外战内行。饶国华，四川将领，曾经的一个地方军阀，在四川内战中打了几十年，没打出任何名堂。但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决心舍身救国。立下誓言后，他的部队被改编为第145师，首战便来到了淞沪战场，与日军精锐部队硬碰硬，随后镇守广德，以阻止日军进攻南京。由于双方实力差距过大，最终川军阵地被日军突破，饶国华将军自杀殉国，他们宁死不退，随后全军覆没。四川军阀混战了几十年，一个老大都没死过，但在抗日战场上成为抗日烈士的却相当之多。抗日前川军的战斗力确实稀烂，抗日时川军的战斗力却震惊了全国，抗日后川军的战斗力又变得稀烂了。加入解放军后，川军的战斗力又变得爆炸强。所以说不是川军不会打仗，而是要看川军为什么而打仗，要么三民主义，要么民族主义，
要么是共产主义。一支军队要想有战斗力，必须要有一种主义来武装自己，否则就会不堪一击。这其中以共产主义最为纯粹，威力也最大。很多军阀的士兵本来只是当兵混口饭吃，但被共产主义思想武装后，就不断涌现出传奇英雄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为什么解放军能够摧枯拉朽地击败国民党军队？为何国民党军队能如秋风扫落叶般击溃军阀部队？我想今天你已明白其中缘由。而那支人人瞧不上的军阀部队，其实对付当年的清朝精锐军队也是绰绰有余。同样都是中国人组成的军队，为何清朝军队却屡战屡败，被列强肆意轻视？八国联军打清军，简直比打小孩还轻松。而后来入朝的志愿军，竟能在朝鲜以劣势装备正面击退15国联军。他们之间差的不是军饷，而是主义，是共产主义。当年的每一位解放军战士都不是为了钱去打仗，当年每一位为抗日而牺牲的烈士也不是为了钱去打仗，因为如果是为了钱，他们完全没必要在战场上死战，而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，因为有他们的流血牺牲，你我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。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英雄。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微笑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